大家好，我是大宝。嗨，我是凤凰。欢迎来到宇宙闺蜜。如果你是新朋友，我们在这个频道会分享我们的灵性探索的旅程，还有丰富的灵性的工具以及身心灵的知识。加入我们会员的话呢，可以参与每个月的会员直播，还有更多惊喜的影片。好，今天我们要为大家带来的主题就是前世今生。不管是在抽牌卡，或者是做一些解读的时候，很喜欢去了解我自己的前世。包括我们之前做1对1相谈的时候，会也会很多人来问说，那我的前世是什么？我跟这个人的前世有什么因缘吗？然后好像可以透过了解你的前世而改变你的今生，还是说你在今生遇到的困难，因为了解你的前世之后，这些困难好像就可以迎刃而解？对，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它真的蛮中性的。好比说我之前在做量子催眠的时候，会发现到说，哦，原来我这个女朋友她在我前世的时候，可能也是我的妻子，类似这样啊。我妈妈在我前世的时候，原来是我是富有人家的千金，然后她可能是我的保姆之类，各种会发现那个关系有一个对应，然后可能在催眠当中会说出一个前世的故事，然后那个故事会发现跟我现世这个人之间的关系的剧情几乎完全重叠。原来这个吻合的这个，你可以说是因缘或者是业力也好，并没有真的解除，它好像是同样的戏码，换了角色以后再度重演。那我在这辈子要如何走出一个不一样的结果，那个才会是重点。但是我觉得在了解这个因缘之后，其实对于我们也会打开一个新的可能性，用不同的方式去面对这个事件。所以我觉得这是蛮好的，但是呢，我也遇过另外一种状况，就是呢，把前世今生解读得非常特定。好比说一对夫妻好了，然后那个太太就会说，我上辈子就欠你爸，欠我这个先生怎么样的钱，然后呢，这辈子我才会一直在还债啦。对，所以他就会一直把对方当作某一种就是债权人，然后是一直要还他的债，我就是欠你啦。所以呢，反而会去加深这个怨怼。它确实蛮中立，可是我们要怎么去运用它，让它成为一个我们是重新可以拿回主控权，去创造不同结局的。或者是认为因为这样的因缘而产生今世所谓的业力，然后彼此之间就是继续纠缠。我觉得这个倒不是真的，我觉得你去了解前世一个好的一个走向。对，但是我觉得如果你真的对于你的前世很有好奇的话，其实有透过各式各样的方法，不管是阿卡西解读啊、牌卡啊、催眠啊，还有很多通灵的解读，都可以得到这一些相关的故事。那之前我们曾经在不同的影片也有讲到说，因为其实时间不是线性的，而时间不是线性的时候，我们在这一辈子改变的状态，其实我们再去读一次前世，我们对应到的前世就不同了。对。这有点像是好比说我现在打开电视，同时有100个频道在播，那我就是看第65台好了，但我无法圈67台，它不存在吗？它在啊，它一直在播啊。可是我今天晚上再看65台的时候，67台的节目是不是也变了？这些频道随时都在改变，端看你的心态，端看现在的时间走到了哪里，人生的进程如何，那对应的不同频道正在播的都不一样啊。所以我不是说我今天解读出来，我跟你是欠债，那过了10年我还是欠债，不一定的。你的宇宙改变，那个宇宙也会相对应的一起改变。所以我觉得这个解读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理解，也许可以让我们释怀一些心结，但是不要被这个解读限制住了，或者是说复制了这样子的一个解读。就是我前世是一个什么角色，然后我这一世因为解读了之后觉得，那我还是要当这个角色。像我们就有好玩的前世啊。对，我们在做 journey 或者是静心的过程中看过很多，我们两个之间其实是合作过很多事的状态。我之前其实有蛮多辈子，这个是我自己在静心冥想当中会去穿越时空，看到一些不同时空的我，然后我就有看到我有蛮多辈子是神职人员，那个神职人员都是在某一些宗教信仰的体系底下工作，所以我会有一个所谓的经典，有一个所谓的制度，那我不能够去违反那些东西。可是我后来又发现到，我所认识的神并不是经典里面所说的，并不是那一些神职人员我的前辈们所说的，所以我开始对于信仰产生了很多的怀疑，然后想要去突破这个框架，找寻我内在真正有感受到的真理。结果这个东西就让我违背了整个教条，所以我就会被驱逐，或甚至会受到很多的伤害。
好比说我可能会被某一些宗教说啊，我可能是撒旦啊，或是异教徒啊这样，然后被赶出去，然后把我烧死之类的。或者是有一世就是遇到了我，是对，因为我在很多的解读里面，我比较多的是可能就是像祭司啊，或者是萨满啊这种比较部落的一些巫女这样子的一个角色。我所认识的神跟宗教里面的神，我是学院派的啦。对对对，我们是土地派，就自然感受派的。然后所以我们在可能他认识我的时候，我们就对于神的定义开始有重新的定义。对，然后我可能可以跟他分享，其实神不在外，神在内。然后他就觉得很棒，他终于突破了这个框架，就回去分享。然后我们俩就一起被烧死。对对，包括我们一开始做频道的时候，就有问过芬多奇嘛。芬多奇的意思是说，就是我们好像有一个共同目标，想要去推广。那在现在这个时空里面呢，透过资讯媒体的传播，或者是说现在整体的整个集体意识也好，然后整个地球的氛围也好，是比较能够理解这件事情的。所以我们想要推广的这些东西，可能在这一世就会有比较大的进展，跟比较多机会的成功。可是我觉得我也必须说，就是前世的创伤，它其实还是一直隐藏在我们很潜意识的里面，然后我们还是会一直被影响。好比说，有的人他会不知道为什么就很怕昆虫，或者说，有人不知道为什么会很怕水，就是你有一种这辈子没有过的经验，可是对这个东西就是会有一种很莫名的恐惧。我有听过一个我朋友，他很怕猫咪的原因是因为他以前有一世被老虎杀了。也是猫科动物，对，他就是看到猫咪会莫名的害怕，明明就猫咪很可爱小小，但他就是会带到他那个创伤里面去。然后其实我觉得像我在做这个频道，我也是有时候会突然间闪起一些不属于这辈子的恐惧。如果有长期追踪我们的粉丝可能会知道，好比说我要去灵性出柜一个通灵人的身份的时候，我会很害怕，因为这是一个所谓我们现在科学也就是主流价值观不太认证的一件事情，那我去讲这件事情，我就会很害怕受到伤害。即便我还没有受到伤害，但是我就已经觉得我一定会受到伤害，仿佛那是一个注定的事情。然后当然往前去追溯，会发现不同时空的我，你可以说前世，他确实就是有过这样的经验。所以每一次我想要再多站出去一点点的时候，我突然间会被一种莫名的恐惧给钳制住，即便我这辈子根本没有被伤害的经验。但我觉得这一切就是，如果你有做这样的解读，或者是你开始了解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更多的事情是你了解了你有这样的创伤，所以你遇到这样子的相同的情况的时候，你会感到害怕是正常的。接下来就是，那你能不能够在这个时候，也许试试看不一样的方式，我勇敢一点跨出去，我可以创造另外一个结果。那如果当你一再一再跨出去之后，你再重新去解读一次之后，你可能会发现你的前世已经不一样。对，如果你也感觉到你被某一些像是不存在这辈子的创伤给钳制，好比有人说，他很害怕坐车，然后结果解读出来发现他前一辈子是因为在车上就离世的。那这样子的时候，当你又坐到车上，那种害怕的情境又发生的时候，你可以一直把自己喊回来。你可以比如说呼喊自己的名字，然后一直告诉自己我在这里，我在这里，那已经过去了，我在这里，我是安全的。把你的灵魂意识不断的聚焦回到这里。好比说我也会常常告诉自己说，我爱如，类似这样子，我在这里，我是安全的，我在做这件事情是可以有一个新的开始的，不见得要跟以前是不断重复一样的情境。所以这个时候才会真的去打造一个不一样的路径，跟以前走出不同的道路，否则我们只是会不断的重蹈覆辙而已。没错。然后如果说你解读出来你跟某一些人的关系可能在前世里面是不好的，那也许这一次你有机会的是去把彼此不好的关系这件事情做一个微调，做一个调整，甚至可以修复。对，否则这样子双方之间的矛盾它其实可以不断的滚，不断的滚，这辈子没解决，下辈子再来，再下辈子再下辈子再来。所以如果你有发现，好比我前面所讲的，我之前就会欠他钱，那这辈子就还了吧，然后把这个东西和解了，从不和谐变成和谐，那这个东西从此刻开始业力就开始解决了。没错。所以了解前世今生，我觉得更多的是透过了解前世而更认识今生。然后你会更知道我这辈子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化解那个不和谐。而当你化解之后，从此刻开始就有一个全新的可能性再去走，你不再是所谓业力的受害者。同时呢，你现在开始改变了之后，你的未来、你的前世都会一起改变。所以如果你现在觉得自己很受挫、很无助，那试着让自己勇敢起来。
你的其他宇宙的你也会跟着勇敢。没错，然后就祝福你咯，我们下次见，谢谢大家。拜拜。